今天我们介绍这一台编号是 DIY 017哦，那它的烘焙量是1000公克到2800公克，它仍然是以侧火，然后机器比较小型化的目的来设计，但是这一台它的特征是在于说它是所谓的手动的模式机械式的模式，所以我们代号是 M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第一个，它的抽风机只有一颗那它的火牌是在侧面，那我们前面因客户要求多加这一个手轮，这是在烘焙过程中，如果因为发生任何意外，然后造成停电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用手轮把豆子用手动的方式把它下来 ，OK。那取样勺，然后入豆的部分，那为了让视觉变得比较方便，所以我们的豆温跟排风温设计在这个高度，然后这边是它的控制面板，然后冷却一样是在烘豆机烘焙桶的正下方，这样机器就不用做得很长。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风门，这是我们风门，等一下我会介绍它的功能，好，那我们可以把镜头带到侧面来，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机器的侧面，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只有一颗抽风机，那它的冷却的部分在这边，所以冷却的部分的风是从这里，然后这样直接抽上去，那烘焙的排风是从这里，然后从这里直接抽上去，所以它两个是共用。它冷却与烘焙的风是共用。好，那我们风门设计在下面，是利用冷却的风门大小，来影响这边的抽风压力，跟传统的烘豆机它的排风、抽风，风门设计在这里比较不一样。那这个优秀的地方在于说，它是直接改变风压，而不是直接改变管径大小。它在抽风上的控制的话，会比较稳定。然后再来就是只有一颗风机的话，清理也会比较方便那我们这边一样有冷却的一个清洁槽，那你可以把它打开，然后里面把银皮吸一吸。然后这个是集成桶的，那集成桶这里门有这边一个，后面有一个，看依照使用者方便。那一样是要等风机完全停止之后，我们才会打开这里去做清洁。那这个地方就是前面银皮烘焙桶掉下来的银皮收集的地方。不过这台基础的抽风量很强所以这边其实掉的量不会那么多。那这台机器其实相当的缩减那我们放置的这个桌子呢是60公分乘60公分宽。那机器本身的长度的话，其实是到100公分，其实是到100公分，但是60乘60公分宽的桌子它就放得下。OK。那我们机器开始在操作的时候，一样是先插电然后我们开机，然后这个是抽风的钮然后这一颗是烘焙桶的转速那烘焙有转速的话，上面的标示是马达出力百分比，那数字并不直接对应转速所以你要自己去计算一下那我们转速可以调快也可以调慢一点，也可以调慢一点那一般我们建议的转速是55转上下不过因为它是双层锅，其实到60转也是可以的那看你的自己的需求，还有你自己的判断那我们把抽风打开然后这个地方是冷却的搅拌冷却的搅拌OK 好，它这个地方是点火点火钮呢它会亮灯，那你确定它有亮灯之后再去按，它就会自动点火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烘焙之前我们用的这个是机械的压力表。那机械压力表通常要归零，那归零的部分要看我们这边的气候、气温，然后造成的压力跟使用者家里压力其实是稍微不太一样。就像你在山上的压力跟我们在山下的压力是不同，所以我们会建议做归零。像现在的话，它是一格的是5帕5 PA 5 Pascal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归零的部分，就是调前面这一个 set， 这边有一个 set， 这边一个 set，OK 那我们会去调整这个 set 的螺丝然后把它往下调。你调完之后你不要看它归零你调完之后不要看它归零，你要敲它一下，你会发觉到我们刚刚虽然调归零，可它会往下降一点，我们再往上再调一点点。那你一样调完之后要弹它一下，你会发觉到还是真的有差，然后我们再把它调好。好，然后调到你确实它有归零的状况，这样就可以了。好的，但事实上我们会比0点稍微高一点点，比较好量测因为实际上你比0点低的话，你的误判会蛮多，我们希望会比它高一点点。我们现在开机那我们后面还没有接风管，各位可以看到现在你看到的抽风呢是怎样？我调风门给你看，你看最大风门已经破表，我把风门调到最小，怎样？它是125，125的抽风压力非常大。可是呢，如果我现在把风管接上去，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风管连接很长，你接上风管之后，它压力会变小。我现在把风管接上去各位可以发觉到一件事抽风压力变怎样？现在我风门都没有动的状况下，抽风压力直接从125降到变成30。它变成30我们的建议是你的最小，你风门调到最小的时候，它的抽风压力至少要有30。因为看到你后续接的风管的长度位置像这台机器它后续它是接水洗机，所以接水洗机会有阻力，它就会变成大概是30的状况。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做调整我们最后有一个风的一个阀门那这个地方是固定的。那我们会去调整这个阀门大小来确定那个我们的最小抽风量、最小抽风压力。所以我们会把它松开，它有3颗螺丝，松开一点点就好。那我们去调整，我们去让它左右调整左右调整的时候，你会看到最小抽风压力的改变如果我的后段的排风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压损很大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调大一点，我就可以把它调大一点。OK， 好，你看最小抽风压力变怎样？25，对不对？那我们调到最小要有30，所以往这边调，有30有了最小是30，最小是30。OK， 好。那基本上这就是你在烘焙之前你可以做的一个设定。像有些人习惯用比较大的风量去做烘焙它的最小风量可能就是40或是50。为什么我们会说不要低于30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一个表呢，它是压力的开关，只要你抽风的压力低于30，它就会把你的火给关掉。这是一个安全机制这是一个安全机制。所以各位请来这边看各位请来这边看你看到这边的这有2个表头，下面有亮灯，上面这个是窦温，下面那个是排风温。那你看下面这里有一颗风扇的这个亮灯代表说，来各位请看，我先把抽风关掉，你会发觉到亮灯了，亮灯代表的意思，你现在抽风压力不足。你抽风压力不足的时候，像这个灯一打开，它一亮灯，你的瓦斯就会全部关掉。因为我把它打开，你看只要超过30，它就会怎样？它就会灯就会暗掉。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去判断我的抽风压力到底够不够。然后再来是右边这一个温度上升的这个风鸣器
当你豆温，当你这边我们一般建议设定是230度。那另外呢，这个表头里面还有其他的设定，就是如果你的豆温超过250，它一样会把你瓦斯给关掉，这是一个安全上的设定。哦，所以你抽风过小，你无法点火；你豆温过高，你的瓦斯一样都会关掉。哦，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安全机制。好，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烘焙哈。OK， 我们抽风已经打开，然后风扇的灯已经熄掉了，然后这边点火灯亮，哦，然后我们风门关到最小，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点火，哦，那准备瓦斯桶哦，那我们的瓦斯阀的压力哦，尽量不要超过 R280哦，尽量不要超过 R280哦，开始准备点火，瓦斯打开了，然后这边亮灯，我就按下去，它就会开始点火，大概它点个5秒到10秒的时候，如果火还没有点着，我们先关掉。好，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点。因为如果你一直让它点的话，它的瓦斯现在用瓦斯管里面都是空的，它都是空气，所以你前面推的那一段都是空气。可是瓦斯已经慢慢进入到管线，因为这瓦斯的管线如果很长的话，第一次点火通常会需要点个3次到5次以上哦。好，但是你第一次点火成功之后，后面点火就会变得比较好点。你看，它现在点火已经成功了。各位看到有母火各位可以看到母火已经点着了OK， 那我现在把它关掉，我们再重新点一次。好，我们再关掉，重新点一次。好，我们把它按下去，你会发觉到立刻就点着了其实立刻就点着了。只有第一次点火的时候会需要2次到3次。这样重复性的点如果你已经点着的话，这个就不用按掉。它亮灯只是告诉你现在点火的器已经可以启动，已经可以使用。按下去，点火器也开始点。那点火的时候呢，它是以点燃母火为主。OK， 现在母火已经点着了，你这个时候开这个瓦斯，它才会点起来。那如果我今天母火如果熄掉呢？母火熄掉的话，它就会把主火也全部关掉，所以这是一个安全机制它会先点燃母火，然后才去点主火。OK， 那我们这时候会开始进入热机的状况。那我们热机通常是以最小的风门30那我会建议大概是35，稍微大一点那我们火呢就调到60左右。它是慢慢热机因为这台是双层锅，它热机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维持在10到15分钟。它热机到多久呢？当你的豆温变成200度的时候，因为当地的气温都不一样。如果你今天天气比较冷，你可能热到15分钟，那也是 OK。但是尽量不要低于10分钟，因为低于10分钟的话，你整个机器的蓄热呢，它是没有达到热机的要求的。它只有里面那个温度针有达到那个温度的要求而已所以这点要去注意这点要去注意。那我们现在开始让它热机。我们在确认烘焙已经结束之后，像我现在整个烘完的话呢，其实我们点火灯还是亮着的点火灯我们没有关，所以我们这时候会做什么？我们先把瓦斯关掉。瓦斯关掉之后呢，你等一下会听到点火的声音，因为现在瓦斯管线里面呢是充满瓦斯。所以我们先把瓦斯管线里面的瓦斯消耗掉，让它压力变得很低。这时候它会从哪里消耗？它会从母火那边消耗。已经开始点了已经听到掉掉掉的声音了。我们这时候就会把这个灯关掉，你不要让它一直点下去它点个60秒，它一样会关掉。但是为了不要让零组件太快消耗完太快坏掉我会建议就是你听到点火的声音你就把它关掉这样可以确认里面的瓦斯已经烧完了。OK， 这时候呢，机器的温度你看现在在160几度，这时候千万不要立刻就把机器关掉。这时候我会建议你一直开着，等到它温度大概到60度以下，豆温的温度到60度以下，这个时候你再把总电源关掉。
如果你这时候立刻关掉呢，其实整个机器也呈现一个很高温的状况，机器可能容易就会损坏。好，那基本上冷机的方式就这样。那引皮筒的部分呢，请记住一定要等机器关掉之后，风机停止之后，我们再来开引皮筒，不然你现在立刻把引皮筒打开，通常引皮就会全部喷出去。好，所以我们等冷机完之后再来处理。OK。